将军，风雪太大了，南城门的哨兵又冻僵了8个。将军，不能再拖了！贼老天，你为何要绝我大命？若有神明，求您睁开眼看看这宛如炼狱的边关吧，赐我们一口热汤，一件冬衣。我林啸愿生生世世多如正道，换这2万军民一条活路啊！林家列祖列宗，孙子我不孝啊，守不住这最后的家业了。明天门一封，我估计就要去江里喂鱼了。这自然火锅我也不吃了，这衣服也一并烧给你们。你们在底下好歹吃口热乎的，穿暖和点吧。啊！将军，快看，显灵了，祖宗显灵了！这是何物？好烫！不孝孙林熙，孝降老祖宗，求祖宗保佑发财。孙子，我林家后世的孙子，名叫林燕。我林家后人竟然身处仙界，能凭空造火，能制出这等神衣神食。吃！将军肉，真的是肉，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纸条上说，乖孙在仙界遇到了难处，求我保佑他发财。乖孙，爷爷在冰河乱世，急需御寒之物和果腹之粮，此宝赠你，速救我2万将士。冰河乱世，急需御寒之物，2万将士。老天爷，原来爷爷说的传家宝不是箱子，是这箱子能通古今。老祖宗，你撑住，孙子这就去给你弄钱买粮食。明末内廷御造办的手艺，这沁色，这包浆，绝对是在极寒之地冰封了数百年才能养出来的绝品。少兄弟，你这东西来路正吗？这你别管，你只说死当能拿多少现钱，我急要2000万，但规矩你懂，黑市死当压3成，给你1400万。话我还没看，如果也是真迹，再加。不用看了，玉佩先当给你，1000凉了吧？半个小时内我要看到现金少1分，这买卖我不做了。成交。时间到了，给我把卷帘门砸开！剩下的100万已经转到你账上，拿着你的钱从我的地盘上滚出去。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的钱怎么来的，轮不到你来操心，账已经清了，滚出去！林霄，你小子别太狂！就算你今天还了，你这破仓库的租约也到期了，房东李老板已经把这块地许给我了，今天就算不要这利息，也得把你连人带货扔大街上去。是吗？喂，林老板啊，怎么钱凑够了吗？我可跟你说，强子那边……李老板，废话少说，这间地下仓库连带上面的院子，你之前挂牌卖是1000万，对吧？对，但你现在这情况，我出1200万全款买断你这块地和仓库的所有权，半小时内带着过户合同律师来见我，钱当场转进你账户，过时不候。喂，老刘，我是林岩，你煤厂里那些高碳无烟煤我全包了，对全要。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装车送到我江汉郊区的仓库来，运费我给你翻3倍，2个小时内我要看到第一批煤。张老板，你厂里积压的那批军绿大衣和极地防汗服2万件有没有现货？有。好，我全要了。另外，给我调2万箱高压缩军用饼干，2万份大分量的自热米饭和自热火锅，今天中午12点前必须送到我仓库。
弟兄们，不能再等了！宁可看着我们活活冻死，也不肯杀战马。他这是要拿我们2万人的命去劝他林家的一门殊荣。林萧，你气数已尽。赵胜，你带兵闯入本帅的大殿，口出狂言，是想反吗？你吃独食！你从哪里弄来的热汤和免疫？大家别怕，他就算吃了肉，也只有一个人，杀了他，夺下那免疫和热汤。不知死活的蠢货！这是什么妖法？神明显灵了！赵胜煽动哗变，意图投降贱奴，按大明律斩立决。我林家先祖亦或是天上神明，不忍看我边关将士活活冻死。这些神医、神粮、神火，皆是天赐之物。暖和，将军，好暖和！这衣服里竟然没有风。陈武，末将在，立刻传令全军，各营千总、百总来此领取天赐神衣和神粮，将这些黑色的神石分发各营，生火取暖。告诉弟兄们，老没有绝我大名，神明与我们同在。今夜所有人都要给我吃饱穿暖。末将领命。贱奴狗贼，你们以为我军已成冰雕？明日老子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天雷天火！老祖宗，东西都送到了，2万件大衣，够你装备一支铁军了吧？外孙，物资已收到，解我2万大军生死之危，叛乱以平军心大阵，建敌10万大军为围城。我军虽得温饱，但兵器早已生锈朽烂，城防破败。听闻仙界有神兵力，求乖孙再赐这些杀伐之物。此袋中乃我军往日斩杀剑尼将领所缴获之物，不成建议，望乖孙笑纳。兵器。我操！老祖宗，你放心，真枪实弹我买不到，但我能买到的防爆盾牌、高金刚开山刀、战术强光手电，在你们那个冷兵器时代，一样是降维打击的神兵神器。建都10万大军是吧？孙子这次保准让他们有来无回。喂，老吴，别睡了，防刺符、防爆盾牌、流明度最高的战术强光手电筒，还有锰钢锻造的开山刀。对，有多少我要多少，我马上带金条去你厂里提货。主子，大雪已经下了一整天，城头上连个巡夜的火光都没有了。3个月断粮，零下30度的极寒，别说是人，就算是城里墙里的耗子也该裁决了。今夜就是咱们收网的时候，传令下去，点起5000旌旗，给本将砸开那扇烂木门。主子英明，这大冷天的，兄弟们正好进城，扒了那些明朝狗的皮甲当柴火烧。告诉勇士们，城里的2脚羊不论死活，一个不留。那些被冻僵的，直接砍碎了喂咱们的战马，杀！林岩，你小子大半夜的发什么疯？我这可是正经的安保器材厂。老吴，我不跟你废话，这3根金条是明末清初的足金，哪怕不按古董算，光按克重容了也够买你这半个厂子了。我只有一个要求，限我半个小时内，我要看到3000把锰钢锻造的战术防盾牌，2000全面最高费的 PCC 材质防爆盾牌，还有3000把带爆闪功能的强战术手电。能办，金子你拿走；不能办，我立刻去找别人。能办，我的活祖宗哎，这真金呐！林老板，你放心，前阵子有个海外的安保公司倒闭了，退回来一批顶配的防爆物资，全都在仓库里吃灰呢。我这就叫工人起来装车，半个小时，保证连一根螺丝钉都不差你的。老祖宗，你要的杀伐之物，我给你弄来了。今夜就让那些贱奴尝尝什么是降维打击。报将军，
剑奴先锋营5000旌旗，距离南城门不足5里，预计一炷香后兵临城下。报，南城门滚木劣势已消耗殆尽，城门破损严重。若剑奴用冲车强攻，恐难支撑半个时辰。将军，弟兄们不怕死，可咱们手里的家伙事儿，连剑奴皮甲的外面那层冻冰都戳不透啊！慌什么？我林家儿郎岂会看着我们赤手空拳去送死？好刀，好刀啊！内风烈日，天罚，真的是天罚之光！弟兄们，天佑大明！先帝赐下削铁如泥的神刀，刀枪不入的神盾。传我将令，全军3000精锐，立刻换装神兵神盾，每人配派1根聚光筒，其余大军在城中待命。今夜我们不守城了，打开城门，随本将出城迎敌。我要让剑奴知道，到底谁才是这冰雪地狱里的猎物。连个守门的都没有，看来是真的死绝了。冲锋，撞开城门！怎么回事？明军这是要开城投降？3000步兵连火把都不敢点，也敢出城迎战我5000铁骑！勇士们，踩碎他们，一个活口不留！聚神光，开天眼！我的眼睛，什么东西？长生天发怒了，我的眼睛瞎了！神光所至，杀无赦！神光所至，杀无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连铁甲都能劈开？因为这是仙界的神兵！你们到底是什么人？长生天在上，你们用的是什么妖法？妖法，这是我大明仙界天尊赐下的神法。我们赢了，灵山王全歼剑奴5000旌旗。将军神威，天尊神威！传我将令，打扫战场，将这5000剑尼的脑袋全部砍下来，就在这南城门外，给本将筑一座金宫。我要让明日到来的剑奴10万主力看看，这大明边关是谁的修罗场。另外，把剑奴将领身上所有的金银珠宝、玉器古玩全部给我搜刮干净，派人送回大殿。本将要好好孝敬先帝的乖孙。乖孙林言，仙界神光与神兵大发神威。剑奴5000旌旗尽数伏诛，今夜之战全赖乖孙神兵之功。这袋中之物乃是从剑奴将官身上搜刮而来，
望乖孙在仙界打点一二，万勿推辞。我操！老祖宗，老祖宗，你这可真是古代战争的暴力美学发挥到极致了。喂，是鼎盛拍卖行的王总吗？我是林燕。林老板，你这破产老板还有闲情逸致给我打电话？听说你昨天把王强给打……少废话，王总，你不是一直帮江岸市的首富周老爷子物色极品翡翠吗？我手里有一枚明末清初皇室的帝王绿翡翠扳指，没切过，全品，带着血沁。半小时后，带上你们周老爷子的首席鉴定师到我仓库来，过时不候。疼死我了！军医，给我一刀吧！痒，伤口里面有虫子在咬。将军，不好了！大雪封城3个月，城里的金疮药和草药早就用绝了。昨夜弟兄们虽然大胜，但哪怕是受了一点轻微的刀伤，今日伤口也全都开始会有黑黄色脓汁，高烧不退。还有营里没受伤的弟兄，因为长期吃不到一口绿叶菜，嘴里牙齿一颗颗的往下掉。坏病，还有外伤邪风入土。将军，没救了，真的没救了！这是天杀的瘟疫呀！就算剑奴不攻城，再过3天，咱们这满城将士也得死绝一半啊！混账！我们没有死在剑奴的刀下，难道要死在这该死的瘟疫手里？想办法，给我去想办法！哪怕是熬树皮，也得把他们的命给我吊住！将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城里的树皮早就被啃光了。仙界，对，乖孙说过，仙界有神药。陈武，贝墨，我要向天尊求药！真的是绝品。林先生，这枚扳指工艺、沁色、水头都是世所罕见的帝王绿。周老爷子找这种顶级玩意儿找了10年了，一口价5000万，全款秒到账。成交。2位慢走，不送。喂，赵总，我是林燕。对，就是昨天那个林燕。我需要大量的广谱抗生素阿米林胶囊头孢，有多少要多少。另外给我调5000支破伤风免疫清蛋白，还有高浓度的维生素 C 泡腾片，给我按吨拉过来。林老板，你这是要开医药超市？这量太大了，走审批流程。我出3倍价格，现金结账。今天中午12点前，货必须送到我的仓库，办不到我换人。没问题，林老板大气，我保证12点前货到地头。喂，刘厂长，速干抗冻水泥、高PH混凝土，给我准备1000吨，还有螺纹钢筋，先来500吨。对，送到我郊区仓库，钱不是问题，我先给你打200万定金。老祖宗，你的病我治，你的城我修，这建你的江山，咱们祖孙俩包圆了。开了，真相又开了！祖宗，此乃仙界神药，白色纸盒中为阿明西林，专治伤口流脓邪风入体。取2粒，以温水送服。那圆柱形小桶内为维 C 泡腾片出血出液，坏血之症，投入温水中，待水沸腾变色，赐将士饮用即可。陈武，去把老军医给我揪过来，端10盆温水来。神迹！尝尝。甜的，是甜的，还带着一股鲜果的清香。将军，这是仙泉，这是真正的神明仙泉啊！好，哈哈哈哈哈！陈武，把这些泡腾片全部化在水缸里，分给全军患有坏酒病的弟兄，每人1大碗。还有这些名为阿莫西林的仙丹，给那些伤口化脓的弟兄喂下去。神明保佑，我活过来了，我没死在伤寒上。这仙丹，这仙泉，林将军是天神下凡，天命在临啊！将军，弟兄们的烧都退了，只要休养喜日群能杀剑奴的猛虎。
仙界的乖孙说，此物混合砂石加水，半日之内便可坚硬如铁，哪怕是剑迷的红衣大炮也轰不碎。陈武，传我将令，全军除重伤员外，全部到南城门集合，把城里所有的碎石冰块全给我敲碎。今夜本将要用仙家神物重筑城墙，我要让这大明边关变成一座剑迷永远跨不过去的钢铁雄关。快，动作都给老子麻利点，把城里的碎青砖、冰碴子，连带那些冻得梆硬的泥土，全给老子砸碎了，运到南城门去。倒水！发烫了！将军，这泥水里有火，它在发烫！慌什么？这是仙界天火在淬炼神石！继续搅，趁着天火未熄，立刻将这些神泥运上城墙，浇筑缺口。好沉的寒铁！老祖宗，没有钢筋的混凝土是没有灵魂的，此乃仙界龙骨。用此铁棍在城墙缺口处搭建骨架，再浇筑神泥，半日之内，这城墙将坚不可摧。剑奴的红衣大炮轰上来，也只能听个响。全军听令，将仙界龙骨搬上城头，纵横交错，用铁丝绑紧，把神泥全部浇灌进去。将军，末祖要试锤了，砸！用尽全力砸！好一个仙界龙骨，好一个仙界神泥！王公公，800里加急战报，边关大捷，林啸不仅没饿死，昨夜反而率领3000兵马全歼了剑奴先锋阿居格的5000精勇，还在城外筑起了境域。大雪封关3个月，朝廷1粒米都没给他发，他吃血活下来的，还全歼了5000剑奴精骑。阿哥哥可是多尔衮手下最凶悍的疯狗。公公，不仅如此，据我们在城中的暗桩拼死送出的情报，林啸军中出现了大妖异，天降没有烟的黑炭，凭空生出无数诡异的绿袍。更可怕的是，昨夜林啸出城迎战，全军手中皆握有能发出烈日白光的神器，瞬间致盲了剑奴战马。暗桩说，林啸恐是与塞外的妖邪签了契约，身怀妖法。李大人，我大明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功高震主还会妖术的活军神，大明需要的是一个与剑奴同归于尽的死忠烈。你明白咱家的意思吗？下官明白。可是，若林啸真的击退了剑奴主力，传兵部手令，即刻封死南下的雁门关，抽调2万兵马驻守关隘，不准放林啸一兵入关。再发海捕文书，定林啸私通妖贤、拥兵自治众之罪。咱家要让林啸前有剑奴10万虎狼，后有大明绝壁高墙。下官这就去办。老祖宗，城墙我给你修好了，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火力碾压了。老祖宗，时代变了，今天孙子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现代科技制霸古代夜战。剑奴主力杀下去，已逼近南城门10里，打的是多尔衮的正白旗大敌。报，敌军阵中发现了众星四军，是红衣大炮，数量多达30门。红衣大炮，好大的阵仗！传令全军，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放箭，不许出城。阿契格，本王的亲弟弟，
明朝的守将林啸竟然敢把本王大清勇士的头颅垒成精装，本王要屠了这座城，将全城2万人凌迟处死，挫骨扬灰。等等，你们看那城墙，昨夜还是残破不堪，为何今日看去却变成了一道灰白色的绝壁，连一道城砖的缝隙都没有？这奴才不知，或许是明军泼水成兵。不过王爷放心，咱们30门红衣大炮，就算是铁打的城墙，也能给他轰塌了。把大炮推上去，给本王轰！全军闭眼，开天光！太阳掉下来了！林啸真的是仙人吗？不要慌，闭上眼睛，用盾牌挡住强光，放箭，给我把城墙上的妖光射下来！贱奴狗贼，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乖孙送来的大玩具才刚刚上场呢。将军，这4翼铁风真的能飞起来？天尊赐下的神物岂会有假？给本将启动神轰，将天火降在贱奴的头上。摄政王，您听，天上有什么声音？那是何物？妖群！放箭！快放箭！撤！快撤！全军撤退！开城门！全军出击！给我追杀贱奴10里！不要俘虏，只要他们的兵器、战马、金银！乖孙啊，你可是让爷爷在这青史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3万匹战马的铠甲和几百箱金银，爷爷这就全给你传过去。林毅，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箭毒不是已经退了吗？南面雁门关封死了，朝廷发了海捕公书，说您私通要挟，拥兵自重。建军太监王承恩调集了2万营精锐，堵死了我们南退的退路。他们说我们全是妖兵，只要靠近关隘，杀无赦。属下带着10名弟兄去送大捷战报，还没等开口，就被他们用强弩射杀。只有属下拼死逃了回来。为什么？我们死守边关3个月，吃草根啃树皮，我们全歼了3万贱奴，打退了多尔衮的10万大军，我们是在给大明拼命啊！朝廷断我们的粮，我们忍了。可现在我们打赢了，他们不仅不赏，还要把我们当作要挟杀光。狗皇帝！奸臣当道，这大明不要也罢。反了，将军！既然大明不留活路，咱们就跟他们拼了！好一个大明朝军奸臣！弟兄们，大明已死，朝廷容不下我们这群活着的功臣，那我们就自己在这冰河乱世趟出一条生路。前有贱奴败军，后有大明堵截，既然退无可退，那我们就不退了。从今往后，我林啸不再是大明的臣，我们是天尊的兵，
是仙界的君，传我军令，将这3万匹战马、所有的剑敌宝物，统统献祭给仙界天尊，向天尊祈求更多的神兵、神火，甚至是能碾压城池的钢铁巨兽。既然大明不要我们，那我们就打下一片自己的江山，用立新旗，建新国。万岁！天尊万岁！大帅万岁！我的亲娘四舅奶奶，大明朝朝廷被刺，封死退路，把你们打成妖君，去崇祯，去的大明奸臣！老祖宗，你这皇帝当定了，耶稣也留不住那狗皇帝。我说的，你要建国，孙子就给你砸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机械化兵团。喂，是一饭吗？防弹越野车、全身防弹衣、红外线夜视仪、高压电网和推土机，你能弄来多少？钱，老子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半个月内，我要把一个重装机械化成营的装备堆在我的仓库里。林老板，你确定大清早把老头子我折腾到这偏僻郊域岛仓库，不是在寻我开心？周老爷子，您长眼的东西多，是不是寻您开心？您自己看。周老爷子，大清正白旗和千黄旗亲王的制式履开解甲，旁边那个箱子里是3000颗极品东珠，再往里是前朝名家的字画真迹，足足50卷。我现在需要钱，海量的现金，而且是来路绝对干净、随时能动用的资金。同时，我还需要周家在海外的重工业进出口渠道。这几十箱东西，我纵价50亿，一口吞，敢不敢接？老爷子，是真的，全是真的。这铠甲的编织工艺早就失传了，这批东西的价值不可估量。如果运作得当，拿到苏富比或者孤列德去暗拍，100亿都挡不住啊！林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难道你挖了满清的龙脉不成？接，倾家荡产也接50亿。今天上午10点前，20亿流先进你的账户，剩下的30亿1周内结清。很好，合作愉快。一帆，钱到位了，现在给我听好我的采购清单。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废话少说，2天，我只给你2天时间，钱我出3倍，走周家的绿色面检通道。2天内把这些钢铁巨兽停在我的仓库门外。大明朝廷，满清铁骑，老祖宗，这次孙子给你送去一只钢铁洪流，我看古代那血肉之躯拿什么跟工业革命的结晶打？公公有令，凡是从临校那座妖城里出来的人，无论是军是民，皆沾染了妖邪之气，一律格杀勿论，绝不能让他们入关，污染了大明的龙脉。官爷，我们不是妖邪呀！林将军打退了贱奴，他是好人啊！畜生，他们连手无寸铁的百姓都不放过，那些百姓可是刚刚还在城里给我们缝补军袍的乡亲啊！将军说的对，彻底烂透了，立刻回城禀报将军，撤！王承恩那个燕狗在燕梦教集结了2万大军，连火器运都调来了，就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塞外。杀下雁门关，宰了那野狗，给死去的弟兄和乡亲们报仇！2万精营精锐，神机营火器。乖孙说，冷兵器的时代该结束了。传我将令，全军退后，将大殿外的空地给我彻底腾出来，把城门大开。天裂开了，神门大开。这是何等妖兽！
陈武，给本将开项再命的指示，挑出3000最强壮、最不要命的，卸下所有铁甲，换上这仙界神铠，带上神盔。仙界天尊已传授本将这神兽的驾驭之法。今夜，本将要亲自驾驭这钢铁巨兽做先锋。什么神机萤火器，什么晶莹精锐，在天尊的钢铁神兽面前，全是纸糊的。今夜，随本将踏平雁门关，把王承恩那个阉狗的脑袋给本将碾成肉泥。踏平雁门，碾碎阉狗，天尊无敌，林帅无敌。怎么回事？地龙翻身了！报！王公公、李大人，来了！林霄的叛军杀过来了！他们骑着会喷黑烟的钢体怪物，一派胡言！走，咱家都要看看他林霄能变出什么戏法。这林啸果然私通了塞外妖邪，他借来了地府的铁王八神机营，开炮，给杂工开炮，把那些铁疙瘩轰成被桶烂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是弗朗机炮啊！那到底是什么铁打的妖怪？怎么连炮弹都打不穿？火枪手，3段射，给我瞄准那些铁壳兽后面的叛军射击！妖兵，他们真的是杀不死的妖兵！神明抛弃大明了，我们打不赢的！城门被撞碎了！好啊，妖兽进城了！杀，一个不留！公公，快跑吧！雁门关守不住了！想跑，颜狗，你不是要将我们杀无赦吗？不，我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你敢杀！王公公，你派人在关外屠杀我边关百姓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今天？陈将军饶命，都是皇上的旨意，杂官也是奉命行事。皇上的旨意，好，很好。既然他崇祯不要这大好江山，那这江山我林啸替他接了。传我将令，降者不杀。从今日起，雁门关以北不再是大明的疆土。我林啸今日在此裂土封王，建国号大华，奉仙界孙二林燕为护国天尊。告诉崇祯那狗皇帝，洗净脖子等着。我林啸的钢铁神兽，迟早有一天会开进紫禁城。大华万岁，天尊万岁，林王万岁！乖孙林欣，天尊神兽大显神威，50吨履带之下，雁门关城门如纸糊，大明2万精营精锐灰飞烟灭。阉狗王承恩已伏诛，爷爷已按你之言，在雁门关立新旗，
建国号大华。然，爷爷如今坐拥2座重镇，麾下连同降军及沿途百姓，已达5万之众。这5万张嘴要吃饭，且雁门关至边关相距百里，传递军情全靠战马，极其不便。建国易，治国难啊！乖孙继为天尊，可有先法教爷爷如何在这冰雪废土中养活这几万人，并统御这百里江山？老祖宗啊，老祖宗！你以为建国就是打打杀杀？建国那是极其复杂的现代物流、通讯和农业体系。打下了地盘，没有无线电，你连手底下的兵在哪儿都不知道。没有化肥和高产种子，你只能继续去抢。不过没关系，你孙子我现在不仅有钱，还有现代最成熟的基建方案。喂，张总，我要耐寒高产的太空育种冬小麦和抗冬土豆种子。对，要那种能在极寒天气下大棚种植的，还有全套的新南农业大棚温控设备和高浓度复合培，给我按1万亩的量准备。李老板，大功率军用对讲机带基站中继台的那种，给我来500套，要求能在极寒环境下工作，信号能覆盖100公里以上。对，连带便携式太阳能充电包一起发过来。还有，给我买一台最顶配的平板电脑。老祖宗，既然要建国，咱们就别搞封建皇帝那一套了。孙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做降维打击级别的现代体制。大王，粮草告急啊！大王，咱们现在手底下除了原先边关的1万弟兄，还有雁门关投降的2万守军，再加上沿途收拢的逃难百姓，总人口已经突破了5万方额。先借天尊之前赐下的高热量军粮和米面，虽然堆积如山，但架不住5万张嘴天天嚼骨啊！按照现在的消耗速度，最多半个月，咱们就得断炊。不仅是粮食，大王，雁门关距离咱们北面的边关老营足足有100里之遥。如今大雪封路，咱们两地虽然互为犄角之势，但军情传递极其困难。叶部教骑着快马在雪地里跑1个来回，也得1天1夜。万一建奴卷土重来，或者大明朝廷再派大军围剿，咱们首尾不能相顾。慌什么？本王已经祭告了仙界天尊，乖孙说了，这都不是事。天尊的神物今日便到，来了。陈武带亲卫给本王守住大门，任何人不准靠近。遵命。这是何物？老祖宗，能看到吗？老祖宗，能看到吗？我是林烨，你400年后的亲孙子。显灵了，仙人显形了，孙儿，我的乖孙啊，爷爷终于见到你了。老祖宗，别怕，这不是什么妖法，这是现代科技。这东西叫对讲机，只要在这上面按下这个黑色的长条按钮，你对着它说话，100里之外拿着另一块对讲机的人就能瞬间听到你的声音，不需要快马，不需要烽火，所见即所传。至于粮食，我给你送来了2万斤极地抗寒冬小麦和土豆的种子，还有5万套大棚塑料薄膜和复合化肥。视频后面有详细的种植教程。老祖宗，冬天不能种字，那是古代的规矩，在现代科技面前，老子让它冬天长，它就必须得长。最后，这块琉璃板里有几本仙界的治国天书，别再搞什么皇帝太监那一套了，建立民兵兵团，搞军功爵位制，把5万人编成现代生产连队。去吧，老祖宗，给这个封建乱世一点小小的现代文明震撼。千里传音，冬天种粮，仙界治国天书。陈武，末将在，立刻骑上本王的快马，带10个骑兵，一路向北狂奔，跑出20里外，停下！啊，大王，这黑砖是何物？属下跑出20里外干什么？别废话，到了20里外，你把这砖头放在耳朵听着就行了。快去！大王这是中什么邪了？让我拿着砖头在雪地里还动？陈武，能听到本王说话吗？听到回话，按下左边的黑键说话。我操！谁在说话？大王在哪儿？
大王，您在砖头里面吗？属下陈武，属下在20里外的大风口啊！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千里传音！本王不在砖头里，本王在雁门关的大殿里。陈武，速速滚回来！仙气，这是真正的仙气！从今日起，没有军民之分，只有兵团战士，全民皆兵，全民屯田。我知道你们怕饿死，怕这冰天雪地种不出粮食，但天尊赐下了仙界神种和能锁住春天的仙衣。今日，本王就带你们逆天改命。冰丝仙布。大王，这几层薄薄的仙布，真的能抵御外面的严寒吗？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神迹呀！地化了，真的化了，能种了！撒化肥，播种。10万大军，你带着10万大军去打一个断了粮的边关，结果损兵折将3万余人，2几个都是阵，是妖法，你竟然肉死了！皇上，奴才不敢欺瞒，真的是妖法。林啸不仅拥有能让人瞬间目盲的天雷神光，还能召唤能在天上飞的钢铁飓风，降下扑不灭的妖火。一派胡言！启禀皇上，刚刚截获大明朝廷的情报，大明皇帝崇祯已经宣布林啸为天下第一逆贼。不仅如此，流寇李自成的大军也已经逼近了京畿，现在整个中原大乱了。好机会！既然大明朝廷也容不下林啸，那我们就联手，传朕旨意，请大清举国之兵20万铁骑全线压上。朕要亲自去会会那个林啸，朕倒要看看是他那些装神弄鬼的铁疙瘩硬，还是我大清20万勇士的刀锋硬。老祖宗，既然皇太极要倾巢而出，那咱们也该从冷兵器升级到热兵器了。林老板，你要的货5万米高精度无缝钢管。这玩意儿虽然名义上是化工厂的高压输铀管，但只要稍加改装，承受住黑火药甚至无烟火药的膛压，轻而易举。干得不错，钱过去了，1万。记住，今晚你没见过我，也没来过江岸市。当然，林老板，以后有这种大生意，随时找我。老祖宗，冷兵器对砍太慢了，今天孙子就带你们跨越300年的工业代差，直接步入排队强兵的排枪时代，颤抖吧，大清！有长云抱负的林啸。老祖宗，这是现代工业的火种，那些铁管是仙界打造的无缝钢管，坚韧无比，永不炸头。那10个大家伙叫数控奇厨，他们能将铁管雕琢成世界上最致命的杀戮神器。别用刀砍了，按照视频里的教程，把发电机启动，把切床运转起来。我们要造枪，造真正能在1里之外打穿剑奴重甲的仙膛火枪。陈武，去把雁门关里所有的铁匠，还有读过书、懂算术的先生，全给本王抓过来，快！大王，这些铁管浑然一体，找不到半点断打的缝隙啊！老天爷，这是真正的天外玉铁啊！别磕头了，都给本王起来干活！1、2、3，拉！
又生活了！光没有火，竟然生出了光！神明啊！大王把天上的雷电抓下来了。这叫电，是仙界的力量。看清楚了，天尊要尊邀我们如何打造真正的神兵。削铁如泥，这仙界的铁怪竟然能削铁如泥！王大锤，本王命你为大华第一敌神兵场的厂长，带着你手下的人，日夜不休给本王车销这种枪管。那些读书人，天尊送来了仙界火药的方，全在琉璃板里，给本王按比例配。若是配错了1两，本王砍了你们的脑袋！大王，枪造好了，真的有天尊说的那般威力吗？试枪！300米，将军，大明的火绳枪50步都打不穿那重甲呀！让剑尼知道，时代变了。200步外，击穿双层冲甲，威力比红衣大炮的开花弹还要恐怖！神器，这是无视铁甲的杀戮神器啊！有了这火枪，剑奴的重装旗金在200步外就是活靶子，他们连咱们的衣服边都摸不到。大华万岁！陈武，挑选3000最精锐、眼神最好的弟兄，成立大华第一掷弹火枪营，给本王日夜操练这大华一式。其余人等继续造枪，本王要让大华的5万军民神手一把现场枪。报！大王，800里加急军情！满清皇帝皇太极御驾亲征，多尔衮、代善、济尔哈伦等诸王随行，请举国之兵20万8旗铁骑，连同50门红衣大炮，已经越过辽西走廊，直奔雁门关而来。最多还有7日，剑奴20万大军便将兵临城下。慌什么？20万铁骑，皇太极御驾亲征。皇太极若是不倾巢而出，本王还要去盛清一个个找他们，嫌麻烦。既然他把大清的家底全搬来了，那正好，传本王将令，推土机装甲营加满黑油，火枪营备足弹药。7日之后，本王要在雁门关外用这仙界邪床打造的神枪，用这轰鸣的钢铁巨兽，给皇太极那20万大清铁下送终。摄政王，这就是你口中那座被妖法护佑的城池。皇上，那城墙半个月前根本不是这样的。闭嘴！丢人现眼的东西！我大清20万无敌铁骑，纵横辽东，天下无敌。什么妖法，什么天雷，在绝对的兵力面前，通通都是土鸡瓦狗。传朕旨意，满洲8旗、蒙古8旗全军列阵，50门红衣大炮给朕推到阵前。林孝小儿若是识相，开城投降，朕留他一条全尸；若敢抵抗，城破之时，朕要屠尽雁门关，鸡犬不留。不成！不成！不成！那就是你说的钢铁巨兽，没带战马，甚至连刀盾都没有，就凭那些手里拿着火铳的步兵，也敢出城迎战我大清铁骑？火铳！大明的神机营在朕的重甲骑兵面前，连一轮冲锋都挡不住。这林孝怕是疯了！正黄旗、先黄旗，6万重甲铁骑给朕冲锋，直接踏平他们！
老祖宗，放近了打，让他们尝尝工业革命的铁拳。乖孙放心，爷爷今天把他们骨灰都扬了。第一排，预备，放！第一排退后装弹，第二排放！第三排放！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大炮呢？红衣大炮为什么不开火，给朕轰死他们？皇上，距离太远，而且明军的火器、邪门、炮手不敢上前啊！退后者斩！推上去！50门大炮，给朕把那几座黑色的铁疙瘩轰成渣！火枪营后撤100步，装甲催突营给本王启动！杀！碾碎贱奴！怪物，那是刀枪不入的钢体怪物！长生天发怒了，这是天罚！护驾，快护驾皇上撤退！想跑？问过本王的履带了吗？挡住他！快挡住他！朕，大清竟然败给了这等妖物，干得漂亮！既然关外的麻烦解决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该去京城，找他好好算算那笔被贪的账了。20万大军，满清倾国之兵20万铁骑，不到半日的时间，全军覆没！你告诉朕，他林夕是天兵下凡吗？他林夕是天兵下凡吗？那是20万满洲八旗，就算让朕派20万头猪去给他们杀，半天也杀不完啊！陛下，据逃回来的叶不少禀报，林啸不仅手握一种能在200步外击穿双层铁甲的无烟火铳，而且他真的有妖兽助重啊！5头喷吐黑烟、刀枪不入的钢铁巨兽，在满清20万大军中如入无人之境。王承恩公公也是被那钢铁巨兽在雁门关外活活碾成肉泥的呀！他林啸反了，他不仅灭了满清，他还要来灭朕的大明！立刻调集所有兵马，死守九门，把红衣大炮全都给朕架到城墙上去！经营的主力早就被王公公带去雁门关，全军覆没了。如今京城内能战之兵不足3万，且大多是老弱病残。流寇李自成的大军还在南边唬不住啊！咱们守住也要守，朕是天子，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谁敢言退，定斩不饶！林啸，你誓受国恩，朕待你不薄，你为何要？朱由检，收起你那套假仁假义的帝王心息吧！我大华5万将士在边关吃草根啃布皮，替你大明抵御贱奴的时候，你在哪儿？
你那满朝文武在哪儿？我们打退了贱奴，你不仅不赏，反而派王承恩断我们的退路，要将我们当成妖兵剿灭。这等刻薄寡恩的朝廷，这等昏庸无道的君王，这大明早就该亡了！逆贼，放箭，开炮，给朕轰死他！仙界的乖孙说的对，时代变了，攻城再也不需要拿人命去填了。大华炮兵营列阵。射丢外地，目标德胜门城楼及两侧炮兵阵地，仰角65度，方向偏左2个密里。大王，诸数设定完毕，请求开火，给本王放！陛下小心，这可能是叛军的妖法暗器。这是什么天雷？第二轮，3发寄宿射，放！天法，这是天法，挡不住的！快跑啊！不准退！给朕顶住！陛下，城墙守不住了，快退回皇城吧！装甲营，给本王撞开城门！大华全军入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胆敢抵抗之大明官兵，杀无赦！朕非亡国之君，乃诸臣误朕，满朝文武皆可杀！朱永姐，你到现在还觉得是臣子误了你吗？逆贼！你借妖法乱世夺取神器，你必遭天谴！天谴？我大华的天是能让百姓在隆冬吃上饱饭的天，是能让华夏民族钢铁和火器碾压蛮夷的天。你想痛痛快快的上吊，成全你殉国的名声，本王偏不让你如愿。本王要留着你的命，让你亲眼看看我大华是如何用仙界的无上科技去造出不用牛马拉的铁车，去种出亩产1000斤的神粮。我要让你这井底之蛙睁大眼睛看着，什么才是真正的万国来朝，什么才是真正的相为碾压，把废帝朱由衷拿下，押入天牢。